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那这一次使用的机壳是 SSUPD 的 Mushroom S，并搭载6900ST 的公版水冷来做测试。后半段会讨论一些玻璃侧板跟 ITS 之间的关系。公版6900ST 这款显卡是没有单独贩售水冷版的。那近期二手的拆机卡价格刚开始掉下来，所以也就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账面上它的 TDP 最高可以到330瓦，记忆体时脉也比起 690ST 公版气能稍微高一点，你可以把它视为 6950ST 来看待。散热采用120水冷，而且是常规厚度27mm 的水冷排，与之前 Vega 水冷版本的后排有不一样。那最初 Vega 64水冷版的 TDP 其实是更高的345瓦，取消后排的温度表现等等，可以实测给大家看。之前 Epi 的影片也见识到，这种大晶片在相同瓦数下的温度表现会比起主流的 CPU 来得好控制，套在显卡上亦然。那这一次的影片就是要根据这张显卡来搭建 ITS 平台，来凸显这一张少见的显卡。如你们所见的就是 Mushroom S， 虽然我无法理解360水冷支架跟垫高脚垫的用意，但垂直配置的 ITS 机壳加上玻璃侧板本来就不多，于是乎就干脆和 Mushroom D 去做一个比较。那这边拍一些钣金件的细节，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暂停看一下。基本上就是在共用模具的前提下，衍生出直插显卡、背靠背 A4 架构兼具的机壳。显卡本身的固定支架也简化成螺柱组合的方式，直接向下固定在底板之上，腾出更多空间给显示卡。如图所示，6900ST 它的公版水冷和长度还非常的有冗余，说困扰的就是水管实在是太长了。搭载之前7800X3D 与120水冷，这个双120的水冷只能说是塞得刚刚好。你看到显卡这侧其实还蛮干净的，但换在另外一面就是满满的线材。对于这样子来说，我觉得玻璃侧板就留给显卡这侧就好。你在另外一边花钱买玻璃侧板，那看电线也是看个心酸。在温度表现的部分，室温27度下游玩游戏半小时，温度控制在80度，TJ 在96度。以我买过4张6900ST 的经验，其实并不差。那为什么我还不推荐大家去买一张呢？那是因为显卡电感咆哮的问题其实蛮严重的，你可以自己听一下。在意的人还是建议你乖乖去买40系的显卡比较好。那之前看影片的都知道，玩 ITS 对于玻璃本来就没有多少的选择，这跟现今 ATS 海景房的发展可说是大相径庭。翻开过去的历史，主打玻璃的 ITS 机壳在市场上很少取得成功。我想最成功的应该是 The Tower 100的夹娃娃机系列，后来衍生出100、200、300、500、900，创建了夹娃娃一条龙，可以说是直立海景房的延伸。但基本上体积已经是 NATS 以上的范畴了。后续有一些较小的玻璃 ITS，像是华硕的 Z11、知奇的 Z5i、银星的 LD3 都没有获得类似的成功。连 Q58 这种半透明的架构，它也没有达到像自己家的 DEN-A4H2O 这样子的能见度。那说到底 ，ITS 小到一定的程度后，你就算全部都是玻璃，也只是在看电线而已。你看看像 DEN-A4H2O 这种机壳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安装难度很高，然后线材的空间也非常的紧凑，凡事都有取舍。那接下来就是 ITS 玩家的灵魂拷问的问题了。在我眼里看下来，现今的 ITS 玩家在电竞笔电蓬勃发展的时代里头，小虽然是基本要求，但要多小就看你个人可以取决到什么程度。现今 ITS 从5公升到30公升都有，体积相差6倍之多的电脑，这个差距可能比 NAT 跟 AT 还要大。不能装显卡的小主机，只能装空能的10公升主机，15公升的水冷 ITS，到20公升以上，这对相对有余裕支持360水冷或 AT-X 电源的 ITS 机箱，我个人认为其背后代表的含义都有所不同。
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欢迎发表自己的想法。如果哪天有兴趣再做个影片跟大家聊聊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